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在这次的美伊对抗当中，似乎也出现了一种这个不对称战争的新剧本啊。怎么说？因为根据《金融时报》呢，在右边我们看到他们所公布的卫星照片啊，说这个伊朗击落或造成损伤美国这边大约有20架的军机，甚至包括了最先进的 F-35A 啊，这个隐形战机，那是靠着2家企业的卫星服务，而且呢，伊朗才花了新台币，就折合新台币大约是11.25亿左右。其中有一颗卫星呢，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地球之眼1号，它的缩写是 T1101B 这个卫星。这个卫星呢是在2024年年底从中国大陆发射升空之后，就转交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太部队来接手运作啊，是租用的方式。那这颗卫星呢是具备在轨高解析度的卫星，可以支援农业、海洋监测还有灾害防治相关的应用。这个卫星呢是由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公司，那这家公司是在2021年成立的哈。这个公司发射跟制造这颗卫星啊，使得伊朗呢在完全没有地面设施的情况之下，能够顺利的接收卫星的高解析影像。所以我的问题啊，请教邱老师是：伊朗革命卫队透过管理的这颗卫星啊，这次也看到确实发挥了效果，锁定美军的很多设施，精准打击。但是会不会被扣上一个说？这个中国大陆军援伊朗的这个帽子，然后呢，使得美方进一步的对中方去施压，您觉得？这其实这个帽子很难扣。第一个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他们这几年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而且是技术在前沿的一些对地侦测的卫星，那不仅仅只是光学，它包含毫米波，然后还有包含合成孔径的部分。但这些卫星其实中国大陆的定义都是，就是农业用啊，就是帮忙种菜啊，非军用，对，或者是海洋监测啊、勘察用，这是典型的说法。那当然，你只要有钱，那你可以跟他们签订合约，那你可以取得影像。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影像其实只是第一部分，因为人造卫星的图像可能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不太一样。人造卫星的图像照下来，大概就是我们桌子这么大，一幅就是桌子这么大。那你要靠人眼去辨识这么大的一张照片上面的一个目标，没错，你是高解析度，但是那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除了伊朗可以获得这些人造卫星的影像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有一部分军事观察家在观察，就是这场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大概是我们看到第一场人工智慧双方不同技术的一个比较。那比如说在一开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比如五角大厦使用了，比如说OpenAI 或者是 Palantir 的。美国的一些国防新创产业所提供的人工智慧的服务，很精准的锁定伊朗所在的目标。那这个是一种应用。那对我们来，当然没有证据，但是我们合理的怀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造卫星的影像其实必须要透过另外的软体，比如透过人工智慧跟电脑视觉在处理，才有办法把一张桌子这么大的画面，很精准的去辨识出里面每一个可能都只有我们指甲不到的大小的目标。未来透过 AI 可能会更方便。对，那你只能透过 AI 来做。以前为什么也有影像，但是以前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是以前还没有这个技术。是，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可以透过这场战争，其实也可以观察到中国大陆目前在人工智慧跟电脑视觉的部分。其实是走在全世界最前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用这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开战第一个礼拜，伊朗的所有的雷达系统大概已经被炸得差不多。就我们保守的估计，伊朗的侦测能力只剩下25%。理论上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发现美国跟以色列的军机以及海湾国家这些美军的目标。对，但是我们从现实来看，伊朗的确知道，而且的确很精准，而且他连在哪一栋建筑物的哪一个位置，他都可以很精准的判断。那这个已经不是当时以色列所具备的技术跟能力，因为他已经没有雷达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伊朗对抗美国的这个方式来看哈，其实伊朗也变聪明了哈。对，包括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他从228这个被攻击以来呢，就没多久宣布这个封锁荷姆斯海峡，但是现在最新的就是说又要开放。可是在说要开放是说呢，
伊朗在周末前啊，他们宣布在停火期限，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日期4月22号以前，完全开放荷姆斯海峡。可是最新又有一个态度啊出现转变啊，就是这个国会议长呢卡利巴夫他们宣称呢，他说，除非美国解除对伊朗港湾的封锁，否则呢这个海峡还是持续关闭啊，说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啊。那当然还酸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说美国总统川普1小时内说了7项错误消息。好，不过。当这个荷姆斯海峡完全开放的消息传出之后，也看到国际油价确实是应声大跌了超过10%，跌破每桶90美元的大关。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位呢，也在盘中17号这一天盘中急跌了11.5%啊，降到了每桶83.85美元。布兰特也是报价是每桶88.9美元，陡降了10.6%。而在伊朗宣布开放的前一天呢，根据大陆新华社的报道，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和伊朗外长阿拉奇两人通了电话。王毅特别强调，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跟安全都应该受到保障。而阿拉奇则表示呢，希望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有一个媒体是 Iran International， 他们报道说，伊朗透过控制荷姆斯海峡，向每艘油轮要收取大约200万美元的过路费。到目前为止呢，根据他们的了解是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款项，所以现在变数还是非常的诡谲啊。那对照这个，现在川普他是用封锁来控制你的封锁，就是用我的封锁来反你的封锁。好，变数很多，荷姆斯海峡会不会一直是处在一个虽然开而不通的状态啊？现在应该说，美国是用封锁来对抗伊朗的管制。因为伊朗它这一次，就像刚才何荣说的，是很聪明的走在自由航行的边界之内。那你也看到呢，中国大陆也说了，沿岸国家拥有一定的自由。那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边界之内呢，是在靠近它的这一端，它做了管制，确定了航线，并且呢做一些检查跟许可，所以它就在程序上面啊，就是行政程序上面跟航线管制上面呢做了一定的管控。那么这个呢，你不能说它开。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开，好，所以它是法律上开放，实质上用管制的方式呢，降低它的自由的那个部分啊，自由航行，对，指定航道，然后用检查和审查的方式呢来处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对于美国来讲，你刚刚特别讲的那个油价上上下下大动。其实油价它最重要动的，因为它都是以期货带现货，最重要的动的就是对风险的认知。当风险的认知一改变的时候，这个定价机制就进来了。那个 price premium 嘛，就是风险溢价，就会影响它的价格。所以你现在看到一天可以增加那么多，一天可以少那么多，你就知道这跟供需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大家认为这个战事会拉多长。会在什么情况之下解决？它的风险到底是多少？那风险里面包含了产油国的、买油国的，包含了产储运的，就是运油国的，还包含了其中所有的保险，这些都会增加各种各样的风险溢价。最终呢，还有交易方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荷姆斯如果是开关关、打停的状况，其实我们就会必须要进入一个新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呢，是油价在一个比较宽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它会上上下下跑，跟着新闻来走。不论是说美国的新闻，或者是战争的新闻，它会跟着新闻走。只要它是跟着新闻走，它刚才我就讲了，它的传导就是非常快的，因为金融的传导是以秒计的。它不是我们现在说，哎呦，那到了春天没有办法耕种，然后农业会受到影响，那个是以年以季来计。可是金融的传导每天都是以秒计，每一件事件都是以秒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看起来稳定，其实是高度变动的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对，所以其实最近你会发现，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一般的投资大众啊，这个心情都是七上八下，随时盯着新闻看，因为这个一日数变啊。那当然，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呢，他也针对这个经济局势啊，还有相关包括像中东的局势呢，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他特别提到，他说伊朗啊有90%的石油都是出口到中国大陆，约占中国大陆能源需求的8%啊，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美国相信中国会暂停向伊朗买石油。他还说呢，财政部已经写信给2家中国大陆的银行，
警告说，如果发现有处理伊朗金流的话，美方将会祭出次级制裁。啊，美国石油学会啊，也是美国唯一的石油行业协会，他们就警告说，如果允许伊朗在关键国际水道收费，那么将会为其他国家就是开了一个大门哈，大家都纷纷的来仿效啊，比照办理，进一步呢会伤害到常年建立的自由航行原则。所以现在面对的不只是能源问题，是整个全球经贸体系的潜在的转折点。好，所以拉回到美国说呢，希望断绝中方跟伊朗做生意，也不希望伊朗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来收费哈。但是怎么样能够照着美方的意思去看到他们想要发生的样子呢？原来川普的他的想法是要组织其他国家的这个邮轮付这个过路费，但是这是他第一个宣布的。对，那后来改成封锁这个伊朗的港口，不让伊朗的军舰出来。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原来的想法是蛮聪明。你觉得他越来越聪明啊？我说原来的想法，对原来的。如果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邮轮，你付这个过路费，那我们美国海军不让你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有智慧的。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弃这个构想。或许其他的国家说，我们不希望你们美国海军来拦下我们的邮轮检查我们有没有付过路费。那川普就说好了，那放弃这个计划，那我们就改成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通常要在美国夏天停战，这个我在节目有说过。对，一定要设定一个时间点了。对，所以对他来说算是还来得及，他可以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然后跟伊朗已经算是进入一个扑克牌的竞赛，那看谁会先让步了。那目前川普不愿意让步，那不管是不让其他国家付过路费，或封锁伊朗的港口，或者写信给中国说，如果你们银行跟伊朗做相关交易的话，我们会制裁、再加制裁等等。那美国还是在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看哪一个手段会成功啊，看看在这段期间之内，伊朗会不会让步？所以你觉得伊朗不会让步，川普也不会让步？我两个僵持不下。我站在美国的立场，我当然希望伊朗会让步，因为说实在川普不会让步。说认真一点，如果我还是认为，如果在这几天之内，伊朗不让步的话，很有可能美国会再次打仗轰炸伊朗。这个是我们都不排除就对了。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就是川普就算不让步，但起码他要转弯啊，他有可能会转弯，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说法可以照着他所想讲的讲。但是在亚洲地区已经有20多位的这个高阶主管交易员还有分析师都认为说亚洲曾经被认为是 LNG， 因为这次的这个液化天然气也被影响很大，所以呢，亚洲对于液化天然气的信心正在逐渐减弱那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呢，就把油价上涨所带来的潜在意外收入转投资到国内天然气田，降低对这个液化天然气进口的依赖。印尼政府呢也正在探索把更多天然气产量留给国内，做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会缩减之前增加进口的计划。所以假设就算海峡就是荷姆兹海峡最后解除封锁，油价也回稳可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战后的中东安全还有包括地缘整个政治的形态是回不去了。对，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就发电的比重液化天然气会越来越高？其实是因为更早之前，我们一直有一个国际上主要的讨论，就是为了环境保护，为了因为液化天然气对碳排放造成的冲击就没有煤炭或者是没有烧油那么高，所以鼓励大家。那时候曾经液化天然气还被我们称赞为是一种干净的能源，但是液化天然气因为它天生储存跟运输都是困难的，所以一般国家当然不太可能。你战备的纯油很容易，但是你液化天然气你要
拉到像纯油这么高的库存，一般国家大概承受不了。那这是你过度使用，你的发电比例里面液化天然气占比过高，这天然的脆弱点是这样子。那我们要看说，那万一这场战争如果结束之后会怎么办？第一个，我想在这一波大家惊吓过以后，液化天然气未来占全世界各国的发电比例一定会下降。那可能原本已经规划的，或者是原本计划的这些发电机组量可能会被砍，会开始往下修。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这次的战争之后，其实有一些液化天然气生产主要的国家，像卡达，那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其实是很脆弱的，当它在承受战火的承受能力，可能跟其他的石油生产设备又不一样。那这也导致说，即便是战局稳定下来，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可能会比石油出口量要拉得更长，才能够补得上来。那整个中东的架构，我们只能说，川普在一个不应该开打的时间去打了这场仗。那他打这场仗，理论上来说就推翻了很多我们过去传统地缘政治或者一些地缘战略的报告做的评估。比如说，当中东发生战争的时候，理论上来说，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报告都是中国受伤会最严重。但这场战争其实发现，这些评估基本上都是倒着来的。对，那也会带动新一波，就未来中东的地缘政治会怎么样改变，我们不知道。但美国还能不能像这次战争之前在海湾国家有得到绝对的话语权，我想可能都不知道。但唯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伊朗被美国这一打，就变成中东的强权，这大概是免不了的。这个简单也做个结论，就是战前的这个态势啊，现在绝对是回不去了哈。不过刚刚也特别听到倩姐的分析啊，就是全球因着这个美伊的战争呢，不管在石油啊、天然气的这个供应方面呢，未来也就要习惯了一个新常态的来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